说我请你吃饭，让你付钱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别不好意思，不算我请你，得还我，记得啊，还现金。啊，现金，不是你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钱呀，放在卡里顶多是个数字，只有拿在手里呢，这才算是钱。你看，放在钱包里，钱包鼓鼓的，多有感觉。笑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怎么老看着我愣神儿啊？我这么好看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你这姐们儿的理念还挺相像的。男的女的呀？不会又是你前妻吧？我说你以后跟我出来，能不能别随时随地都想到你前妻啊？我再怎么大方，我也一女的吧，看着老让人走神儿，也太伤自尊了。啊，好，我以后尽量不想了。没让你不想他，你不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真正忘记一个人，不是逼着自己不去想他，而是让不想他变成一种习惯。等到某天某个时刻，你突然想起来，哎，这个人我好久没想起来了，这才叫真的忘记。对了，等会结完账，你记得把钱转给我。我现在转给你啊。行，收吧。这么多？啊，隐藏菜单，玩呢？那多的我也不还给你了，下回我请你吃啊。你也不推脱，就这么收了？你说请我吃饭的，本来就应该你付账，我凭什么不收啊？看来这人跟人还真是不一样。我以前跟我前妻，我以前跟她吃饭的时候，她总是抢着买单，拐弯抹角的骂我抠呗。哎，我可没这意思啊。我真的是认为这男的给女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。就你那样，真的？你这么有钱呢？那以后这样，你随便花，爱怎么花怎么花，我吃点亏，全都给你赊回。行，赶紧吃吧啊！吃吧。这能不能再要一份啊？限量供应。吃吧。舒克，我是飞行员舒克。贝塔，我是弹手贝塔。哟，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医生可说过，边看电脑边吃东西对胃特别不好。哎呀，我得补课呀，待会儿就要去跟他们见面了。我这到底讲的啥还不知道，我聊什么主题呀？哎，我说那天你跟人家聊什么呀？怎么突然就变成老鼠婚礼了？还是俩老鼠，多瘆得慌！什么瘆得慌？这主意怎么了？要没有这主意，你能接着这活啊？那我还谢你呗。那可不。林总早。林总早。林总早。这我下一个。下午把电话给我。我上。好，我一块儿弄啊。啊，可以了。这
石头，哎，快进来！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谁这么帅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视频就是我删的。石涛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非法闯入，加入侵他人隐私啊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一天到晚好的不学就学何大爷那些偷鸡摸狗的本事。够了啊！门是我开的，我放他们进来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在背后说人大爷。还大爷大爷的叫，啊，够亲切的呀！真是物以类聚。只要不跟您是一类人就行。那个辞职书我已经写好了，我没口红，就手写的，特别认真，也就不劳烦您开除我，那个还能给您省点钱。哎，啊对了，你这电脑里病毒太多，我给你把系统重新装了一遍，资料都给你备份好了，那里边玩意儿我也没有兴趣看。这是何大爷教我的传统美德啊！你们才是我公司的病毒呢！滚！同志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石涛就已经弃暗投明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各自珍重啊！我先撤了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说到开业，你准备公司什么时候开张啊？现在这不是开演吗？这叫开业啊？人家开业都得放炮，然后舞狮子、开 party 聚人气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那是迷信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哎，那不行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给你参谋参谋啊。哎，23号不错啊，你看，初六、周六，66大顺。哎，但是没有周8，如果有周8的话，88发，做生意多紧。幼稚。哎，我说你们演艺圈怎么这么事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时尚圈的。有区别吗？我是老板。行，你是老板。什么人呀？进门都不打招呼。大爷，我辞职了。说什么我听不到，过来。我说我辞职了，我现在没地儿去，只能在你这儿待着。过来。让你们，我让你辞职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招人？我谁要招你了？我下来。哎，停！2楼是我，你下来。我下来。凭什么他能在你这儿工作，我就不行啊？我年轻力壮，苦力活随便招呼。凭什么？你说。哎呀，我把视频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视频删了。就算我不辞职，那夜叉也得开了我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大爷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打我。为了我好，你偷偷进了别人的办公室，随便动别人电脑，擅自删人家的文件。哎，如果那监控把你拍下来了，把你送到公安局，你可是有案底的人，知道吗？大爷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关心个屁！我这是教育你呢。那你打，来打吧。我打。
你打。我不打他。我知道你是自己把这事揽下来了，不想把我扯进去。但夜叉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抓着点把柄就把你往死了糟践。自从有了那视频，开一次会就让我们看一次，而且看一次骂一次。反正我受不了。骂我？你有什么好受不了的？就是因为骂你我才受不了的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跟你这儿赖着，反正我也没地儿去，我就赖这儿。你要愿意赖着你就赖着，反正我这儿没钱付给你。没钱我也干。这么贱。要想赖就赖着。你干嘛去？对了，我去见一下陆军，你把动画片看完了，告诉我什么意思啊？我也看，回来我跟你讲。你这倒水去。我给你倒水。我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，职位比你高。你高什么高？你去帮我倒。你是不是上次就跟大爷一块儿去公司那大叔啊？大叔？你是不是眼瞎呀？你叫他大爷，叫我大叔，我才比他大1岁。哟，还真没看出来，真想不明白。你说大爷怎么能招你这岁数员工啊？我这岁数怎么了啊？我这个岁数稳重，我这个岁数成熟，怎么了？是，老当益壮嘛。我警告你啊，千万别对大爷动什么花花肠子。我现在也是这公司的，随时盯着你。行啊，你盯着吧，下班也别回家啊，我就住这儿。你住这儿？对，怎么了？大爷还包食宿呀？你告诉我，你跟大爷什么关系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屁孩别管。你说谁小屁孩呢？我23了，纯爷们儿啊！哟，23了，纯爷们儿。哎，你知道何大爷比你大几岁吗？我知道，怎么了？女大3抱金砖，他不就比我大出一堵墙来吗？再说了，在爱情面前，这点年龄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大爷是我的，你甭跟我抢，也不许喜欢他。我疯了！我跟你抢，我喜欢他。哎，我不讨厌他就不错了，还喜欢他，我真是老受尽吃砒霜，我找死了！你吃砒霜？那你吃砒霜，你吃去。你吃你砒霜，你吃砒霜，你不是吃砒霜吗？你吃。小玲儿，我都已经到了，你们到哪儿了？大爷姐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陆军啊，让他放弃舒克贝塔的婚礼行吗？哪个女孩子愿意在自己婚礼上穿成老鼠的样子，连婚纱都不能穿？你说是不是？确实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是这是你们俩的婚礼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你不觉得你劝更有用吗？哎，我要是能劝得住，我就不麻烦你了。这陆军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硬跟他提这事儿，他就跟我急。他平时脾气都挺好的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执着。大爷姐，你们两个都是朋友嘛，你就帮帮我呗，说不定你说的话他就听呢。啊，行，我试试啊。谢谢大爷姐。那我今天不过去了，免得到时候他又以为是我在出主意呢。啊，行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小玲呢？怎么你自己来的？他公司有事儿，我就自己过来。啊，对了，我做了一些方案，你先看看，有什么要不满意的，你提出来，我们这还能修改。你要不要喝什么东西？我去给你点。不用。你为什么非要用舒克贝塔的主题啊？王子公主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二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个人喜好不同，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把个人喜好付诸在2个人的婚礼上，毕竟婚礼小玲也有份儿，你应该尊重她一些。大爷啊，我知道小玲在这件事情上情绪特别大。我俩谈恋爱到现在，我什么事情都听她的。女孩嘛，不就是希望男人多宠爱一点，多娇惯一点？对。直到上次你俩说到这个主题婚礼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不再是自由身了，
结婚之前，我总得为自己做回主吧。不是什么叫给自己做回主啊？那两个人的婚礼，凡事都应该有个商量啊。啊，你过瘾了，你没有遗憾，那小玲呢？你怎么不替她想一想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舒克跟贝塔吗？因为每次看见，我都会想到一个人，一个我拼尽全力去爱过的人。他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儿，他说那2只小老鼠就代表我和他，我俩一起肩并肩跟黑恶势力战斗，一起飞到外太空，一起环游宇宙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2个人分开。可你们还是分开了，要不然也没小玲什么事儿了。你能不能醒一醒啊？现在是你跟小玲结婚，而不是那个人。你不能用你和小玲的婚礼去纪念别人吧？你这样是不是太自私？我承认这件事情我确实有点自私，但也不完全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这场婚礼能不能就当做是一条承前启后的分界线，了却了我跟他之前的约定。婚礼之后，我的生活就跟过去再也没有联系了。哎，罗师傅。哎，大爷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个事儿呗。陆军他以前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朋友啊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们不是哥们儿吗？你怎么不知道啊？好哥们儿又不是好闺蜜，俩男的谁在一起腻腻歪歪聊这些呀？不过应该没有吧？他没跟我提过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问。哎，对了，他结婚那天我要飞啊，我可能去不了了。你一人能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能行了？我都办了多少婚礼了，没事啊。老师，谢谢你啊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咱俩谁跟谁啊？啊，你高兴我就快乐啊。嗯，那行，我挂了啊。回来了。怎么睡这儿了？嗨，他都睡了3觉了，看了5分钟就睡着了。他不喜欢看。怎么了？怎么蔫了吧唧的呀？走的时候不还生龙活虎的吗？动画片讲什么呀？就讲2个老鼠智斗坏人啊。有多铁？多铁，执子之手，海誓山盟，反正就劈都劈不开那种。你当时结婚是不是因为特别想结婚才结的呀？那肯定的呀。结婚肯定是2个人都两情相悦，怎么了？也不一定吧。是不是陆军跟小玲有什么情况？
今天我跟陆军见面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这老鼠婚礼不是为小玲儿办的，是为他什么前女友，还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分界线。婚礼办完之后，他就跟小玲儿好好过日子。这事儿听得我怎么这么含糊呀？我这婚礼还办吗？哟，那这事儿你得跟陆军问清楚吧。不过，说实话啊，这婚礼就是一个形式。你说两个人结婚不就是为了能细水长流的过日子吗？只要两个人能日子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所以你要问一下陆军，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要跟小玲过日子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他说，婚礼办完之后，就跟小玲踏踏实实的在一起。但问题是，你说小玲要知道这婚礼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她还能把日子过好吗？其实日子过得好跟婚礼办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吧？哎，就跟我跟舒颖一样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办得可热闹了。你跟舒颖啊？嗨，我就是他第一任前夫，也是每次他结婚都到的人。我还以为他跟你说过呢。不是派出所的，跟我说什么呀？咱们俩不就是在他婚礼上认识的吗？那你去哪儿啊？有事儿。那你不刚回来吗？大爷回来了啊？人呢？走了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啊？我怎么那么背呀？我怎么能和我客户的前夫？舒颖对我那么好，你说我算不算恩将仇报？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那是前夫，又不是新郎，怎么就恩将仇报了？再说了，就人舒颖30出头，30多岁就嫁了4回这破礼，人会跟你计较这个？他是不计较，可我心里难受啊！你想啊，这就好比老师不能跟学生恋爱，医生绝对不能对病人动情是一样的。这哪儿一样了？哎，这婚礼本身就是单身男女的捕猎场，有多少陌生人在婚礼上看对眼了？你干婚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？只不过，你这次的这个男性对象有那么一丢丢的。完了！哎呀，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放松啊！你不经常跟我说，人要往前看吗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往前看，看，慢慢看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忙？忙什么呢？咱不说好了吗？只要完成工作，私人问题概不干涉。我还不能有点小秘密吗？走了啊！爸。
郎才女貌。要是结婚的时候配上这么一枚钻戒，那简直完美。老公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要是觉得喜欢，我就买给你啊。送给我，我喜不喜欢有什么用啊？这又不给我的。你跟你老婆结婚，把我叫来挑钻戒，你要脸吗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呀？亏我跟了你这么多年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觉得亏欠我了？是不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了？是不是觉得做的不对了？啊？你给喊什么呀？啊？要是不是因为你长得像你姐，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啊？要不是你姐死得早，有你什么事儿，是吧？你还说我姐，你还说我姐，你跟我演《甄嬛传》呢是吗？啊？谁给你演《甄嬛传》呢？我还给你演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呢。快！快点！你可真够行的，你怎么想的词儿啊？啊！你戏那么狠，我不得来很多镇人你，怎么给你飙戏呀？你戏也不差，哎，我发现咱俩默契值还挺高的。你看见那导购了吗？吓得脸都绿了。真的，我没看，绿了。也该吓吓他，什么呀？一上来就拿7万多的戒指，把咱们当傻子了。哎，你当时不也挺喜欢的吗？我喜欢的东西多了去了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收过戒指吧，也分不清什么好不好看。你没收过戒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什么表情呀？好像我没收过戒指特丢人似的。又没人跟我求婚，我上哪儿收戒指去？哎，你看你这戏演的，眼屎都滋出来了。我眼屎又出来了。啊？那你不早说呀？你等我啊。啊。回来，给你带点沙场啊。哎，不急啊，慢点啊。买什么了？我买了根金条，可赏玩可保值，困难的时候还能变现。这些花里胡哨东西实在是太难选了，还是真金实银最实际。可真够俗的。再给你来一俗的，来，拿着。是我的。不行也拿。你说你一姑娘家的，怎么可能连个戒指都没收过啊？放心吧，这是一银的啊，不耽误你们收大钻戒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退了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200块钱拿着玩吧。再便宜的戒指，只要是男的送女的，就都代表了承诺。我可要不起。这个意义不一样，这叫谢谢陪伴。嚯，挤2滴眼泪啊，来表示对我的感谢。你这对得起我死去的姐姐吗？我这就送你去看你姐姐。
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真是难为你们了，这么臭的衣服都能找来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那我一会儿还能戴我的王冠吗？咱们试一试，一会儿把这个王冠戴到老鼠的耳朵上，能戴咱们尽量戴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那我一会儿真的要驾驶这个东西出去啊？这是你老公陆军的意思，他待会儿开飞机，其实还挺可爱的。我上回不是让你劝他吗？你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？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这个结果？我喜欢卡通没问题，我也喜欢啊。有这么多的卡通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么臭的老鼠？我问你呢，说话呢！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婚礼是很重要，但是婚姻本身更重要。婚礼结束以后，两个人如何相濡以沫、执子之手，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。把日子过美了、过好了，其实才更强，不是吗？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自己的婚姻搞砸了，是不是也见不得别人的婚姻好呀？你的那些事我都知道，要不是因为陆军建设的话，我是不会找你办婚礼的。要不是因为找你，才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小玲儿，你别生气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生气就不好看了。这边是婚礼流程，你得仔细的看一下。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，就找我，或者是找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可以。弄啊！别弄了，反正也看不见脸。叫你别弄了，给我滚！听到没有？滚！一切准备就绪啊，都 OK 了吧？都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时间可以了啊，那准备了，各部门准备。5、4，音乐，灯光，开始。现在，一对新人驾驶着他们承载爱情的飞机坦克，面向舞台，正缓缓向我们走来。难怪新娘子的脸看着这么不爽呢，穿成这样，搁谁能爽得起来呀？咱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80后吧？是啊，别走。你说这新郎还挺有创意的，你看那新娘脸臭的，哪是结婚的脸呀？婚姻大事，一辈子就这么名正言顺的走一次红毯，捯饬成这样，搁谁也高兴不起来。要我早就翻脸了。那接下来就有请那新人交换你们爱的。谁呀？小莲妈，你先别急啊，先别急。舒克，什么情况？我们曾经不是说好了吗？要穿着舒克跟贝塔的衣服，开着我们的坦克跟飞机，一起去浪迹天涯的。怎么俩贝塔呀？这人干嘛的？因为每次看见，我都会想到一个人，
一个我拼尽全力去爱过的人。他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儿，他说那2只小老鼠就代表我和他，我俩一起肩并肩跟黑恶势力战斗，一起飞到外太空，一起环游宇宙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2个人分开。娟，这人是谁呀？芳芳。芳芳。 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没有忘记，我也承诺过你的，要开着这个战斗的坦克，帮你击退身边的敌人。你还记得吗？我怎么可能忘？要不然也不会办这场婚礼。这不是我们当初说好的吗？对不起。不去！大爷，走啊！何大爷，跟我走！走啊！ 大爷，走啊！何大爷，跟我走！哎，怎么唱？你怎么跑了？哎，你怎么跑了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陆军，你快点去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办？姐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呀？先上菜，先上菜。快快快，先上菜！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小心，小心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来来来来，没事啊。何大爷，别追了，别追车，危险！别追了，是不是傻呀你？追什么车呀？你跟我回去，小玲还等着你，给我回去！大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你知道一个婚礼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吗？你知道这是小玲从小梦想着、规划着、盼望着的吗？你知道她为了你放弃公主婚礼，穿上这奇丑无比的耗子服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吗？你就这么跑了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是对不起她，可是大爷，
从我踏出礼堂的那一刻起，一切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已经伤害了小玲儿，我如果现在因为愧疚而回去的话，那我也会伤害芳芳，伤害我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这是你希望看到的结局吗？不管什么结不结局，有人受伤又怎么了？无一幸免又